事实上，高超音速武器如果在美方服役之后，部署到日本等岛链的话呢，对中国的威胁呢会有所变化。在射程方面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武器的打击速度和打击效能方面呢会有变化。那中方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是中方应该加强自己的同类武器的部署，那么以便达成一个能力的制衡。同时呢，中国也要认真的考虑反制高超武器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定向能武器，或者说新型的高超的拦截战斗部。因为对付高超武器需要一些新的理念和技术措施，这个要经过大量的实验。而中国和俄罗斯呢，对这些武器的防御呢，也应该有自己新的考量。目前，美陆军的暗鹰导弹还没进行试射，而美国空军寄予厚望的另外一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AGM-183A ARRW 已经成功试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今年5月16号，美国空军发表声明，首次成功测试了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导弹从一架 B-52H 轰炸机上发射，飞行速度达5马赫。7月再次试射成功。不过，在去年4月5号、7月28号、12月17号，这款高超音速武器曾先后3次试射失败。据报道 ，AGM-183A 导弹由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和楔形滑翔体组成。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导弹重2.5吨左右，长约5.9米，弹径约0.66米，平均飞行速度为6.5马赫至8马赫。一架 B-52H 轰炸机可携带4枚至6枚。按照美空军此前的计划，将在2022财年花费1.6亿美元采购12枚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但由于此前3次的助推飞行试验失败，取消了这一采购计划，将其中1半的采购经费重新用于后续的研发工作。因为在解决了发动机点火以及持续的高超音速飞行之后呢，下一步还要解决的是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精确控制与命中的问题，而这个难度显然是很大的。美方并非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基础，但是要想完成这样的武器研制呢，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其中呢，对于相应的技术的挫折呢，也要进行弥补和提升。所以，美国需要的是资金和时间，而这一点呢，恐怕是国会的耐心难以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五角大楼还在研发反高超音速武器技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曾报道，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表示，美国正在研发对付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众所周知，美国构建了全球最先进也最全面的反导体系。有分析指出，这一体系面对俄罗斯的匕首等导弹没办法有效拦截。比如最新型的爱国者3末端防御系统，它的拦截高度限制为40公里，最高拦截速度也只能到6马赫，而匕首的速度有10马赫，根本没办法拦截。去年5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名为《复杂防空应对高超音速导弹威胁》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用高射炮弹原理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即借助高射炮弹在高超音速导弹飞行线路上散布微小颗粒，降低其作战效能。这种拦截方式可行性高且成本较低，能够尽快弥补美军反高超音速武器能力的短板。同时，这份报告还探讨了定向能武器在反高超音速导弹作战方面的技术可行性。比如，高功率微波武器可对高超音速导弹的制导与控制电路造成损伤，降低其拦截难度，甚至能够应对大规模高超音速导弹的攻击。围绕这些概念，报告还建议发展一种兼容动能拦截系统、微波武器、颗粒弹头和各种传感器的新型拦截系统，并将其部署在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路线上，对来袭导弹进行多次拦截。不过，这些理论化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最终能否实现不得而知。